Hello，大家好，我是 Patrici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刚刚买到的包包的开箱视频，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这个包包我当时买给自己呢，是作为一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奖励。是我在今年，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减重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如果我能减到我理想的那个重量的话呢，那我就买一个包包奖励我自己。可是呢，这个目标在去年并没有实现，那么今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我在家里面时间多了一点，然后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自己，那么把这个计划也拿到日程上来。那么在8月、9月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目标实现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帮自己物色一个包包作为奖励。当时我是去买包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去 YSL 店里面买一个我心仪了也蛮久的一个 college bag。当时我在 Sense 上有看到，有我比较喜欢的颜色和五金配饰的这个颜色的搭配。可是呢，在 YSL 的这个健体店里呢，并没有我想要的这款颜色。它是一款 college bag。那当时呢，这个店员跟我推荐了 Nike 的另外一个包，那款包其实我也很喜欢，它的颜色是今年秋天的新颜色，是有点像南瓜和 caramel 的那种，就是棕色系的，挺特别的，所以我当时也蛮喜欢那款包的，但是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我想要的 college bag 是我，也是心仪蛮久，但是就是没有我要的那个颜色在店里，所以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那后来我就陪我先生去LV 去看他的东西。那我们到了 LV 店里呢，其实呢，我们是去2楼，是去看男装，我也是就是蛮侥幸的一个心理，我就问了这个店员，没想到他说他真的有一只，那个包是这个样子的盒子，那这边有一个收据的小单子，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打开，这个包其实我当然是在店里已经带过了，然后也看过了，所以今天只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仪式来跟大家分享。打开这个箱子之后呢，它里面是一个有一个防尘袋的一个，看大小你们能猜到是什么包吗？这个包不大，这应该是我买过 LV 的包里面最小的一个包装，它就是LV 的 Palm Spring Mini。这是我心仪很久的包。这个包我第一次想买的时候呢，我在店里面有问过这个柜姐，然后当时的这个店员跟我说，他们是要在wait list 上等大概8个月。那我当时就想，我以后再来碰运气吧，我可能不太想等8个月，挺遥远的听起来。但是呢，我每次去都没有好运，然后我就想，那我去年的时候又去的时候就跟他说，可不可以把我放在 wait list 上？那我就等吧。结果他告诉我说，他们 wait list 上也不收人了，就是说，没有这个等待的这个机会，就是凭运气。所以后来呢，我对这个包就有点放弃了，但是也是心里的一个愿望，你们懂的哈。那我喜欢这个 Palm Spring 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呢就是它的颜色，因为有的包包呢它的颜色其实比较适合冬天，那有的包包比较适合夏天。可是这个 LV 的这个老花这个颜色，这个棕色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戴，所以还是很实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是这种这叫什么？其实它不是皮子的，是帆布的。那它的这种材料呢，比较就是防雨。那温哥华的冬天呢，雨水比较多，所以防雨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feature，就是在买包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到的。2020年就是今年呢，它这个 Palm Spring Mini 有一点点改动。它之前呢，就是在拉链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上面的皮革是可以 cover，就是可以盖住这个拉链的。那很多人反馈就是说，它这样造成它这个拉链很不好拉开和关上，而且会磨损这个旁边的皮。那自从应该是2016年吧，它出了这款包以后呢，它应该还是改动的蛮快的呢。2020年今年开始，它就把这一款包改掉了。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一块，这个拉链呢是露在了这个皮子的外面。我感觉这样开合起来，肯定是方便很多了。
那么它这个包包呢，大家都知道 LV 的包包你是可以知道它的产地啊，还有生产时间都可以知道的。那么打开这里面呢，它里面是黑色的，这个是布的，它不是一个皮的内衬。里面有2个这样皮的袋子。那在这里面呢，它从这里面这下面可以看到，我这一款呢，我后来查了一下。那我这款实际上是在美国产的，这个让我也挺吃惊的，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我买的这个奢侈品的比较大牌的包包都是在法国或者意大利造的，这应该是我第一个包包，我发现它实际上是在北美制造的，它是在美国制造的。那它的这个一般这个数字呢都是一个，它前面是2个字母，体现出它的生产地，然后后面有4个数字，这个4个数字的第1位和第3位呢，就是它是这一年哪一个周，就是哪一个 week 它生产的，然后第2位和第4位就是它哪一年生产的。所以我这一款呢，它写的是3250，就是2020年的第35周生产的。我查了一下，大概是8月的最后一周，所以还算蛮新的，新出炉的一个包吧。不过是美国产的，我就没有用过，就是这个奢侈品包在北美产的质量怎么样，我就不是很清楚。希望它不会让我失望吧。那当然这个包是我觉得它有很多比较好的地方，其实真的是其他一些小的双肩包不能把这些特点都能汇集在一起的。第一个呢，它上面有一个这个 handle，很多双肩包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 handle 的，你就一定要拿着这个袋子来拿这个包。其实有 handle 是很方便的，有的时候上车下车或者很快的拿这个包的时候呢，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它这块皮子呢，它是一个皮的，它不是这种帆布的，然后是一个黑色的。那它这个包包呢，前面有一个小袋子，这个小袋子我感觉不是很大，然后呢它拉开啊，或者是关上啊，也不是很方便，应该盛不了什么东西，只是一个装饰性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你不太好打开，也不太好关上，可能相对还比较安全，所以也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我在想，也就是一个口红或者一些比较不是常用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就是可以做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东西，还没想好是什么，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呢，它的这个包包呢，大概是这样，从侧面看，它是比较叫什么，比较 structured 的，就是它的形状是比较固定的，然后不会说感觉是别塌塌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力的。它后面呢有4个这样的小的金属的这样的环，它就是挂它的这个包包的带子的。那它这个包包的带子呢，主要呢有3种背法，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背法，就看你自己的喜欢和你的这种创造力吧。但是大概的3种背法，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呢就是它比较传统的一个背法，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双肩包嘛，这个环很好。挂在上面 click 很 easy， 所以就是比较传统的这样挂着，然后它这边的带子是可调节长度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还蛮多选择的，应该有大概2、4、6、8、9个洞。那第2个用法呢，就是用一个也可以，因为它这个带子呢相对比较细，它可以大概你可以看到它比手指还要细一点点，做一个单肩的一个背法，这样子背着，就是同样的地方挂2个，我感觉这样挂起来呢，它的这个带子相对比较粗，然后可能更会有一点 statement 的感觉，这个是看个人喜好啦。还有一个就是它2个带子感觉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它这个带子比较细嘛，然后它是这样扣环扣进去的，如果万一掉了的话，好像感觉2个会更保险一点。那这是第2个背法，第3个背法呢，就是把它在后面呢，其中的一个角和它对角的这个把它挂起来。那它实际上呢也是要侧肩背的，只不过呢它在侧肩背的时候，这个包在你的身体的侧面呢会有一个斜度，就不会显得那么矮板。这个要看个人喜好，其实它跟普通的这个单肩的这个背包，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就看你自己喜欢。那这是比较常背的3种背法，还有很多其他的背法，大家可以去查一查，然后可以自己create一些什么比较新一点的背法，
就是 for fun 嘛。虽然这个包叫 Palm Spring Mini，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蛮能盛东西的。那我日常每天出门要带的东西，它都可以放下。我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呢是黑色的，这个倒是蛮金脏的，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如果是在比较天黑的时候，你找东西不容易找。然后它里面是布的，它不是这种皮质的。比如说 iPhone， 我这个是一个 10， 很 easy 的搁下。我有见过有的博主有说过，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放一个比较中型的一个水壶进去的，就 water bottle， 就是一瓶装水进去的。我应该不会用它装瓶装水 anyway。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钱包，放进去，这是一个卡包，不是一个就是标准 size 的一个钱包。然后一般就是车钥匙和家门钥匙放进去。如果需要带一支唇膏。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出门要戴的口罩，放进去也是绰绰有余。它其实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就是这样一个包，然后放起来。那不管是这样拎着还是这样背着，我觉得都既实用又好看。那这个包我买的真的是非常开心，一个是因为就是自己的体重降到了我比较希望达到的理想的一个区间，所以我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目标吧。那作为奖励呢，这也是在我愿望清单上2年多的一个包包，所以就这样意外的被我买到了，我还有点不敢相信呢。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也希望对这个包包感兴趣的朋友呢能够有所借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好，下次再见，拜拜。